北京终于低头了。就在昨天，彭博社抛出一颗重磅炸弹：中国地方专项债超发4000亿。这不是一个小数目，而是实打实的4000亿人民币，被迫拿去填那个高达10万亿的隐性债务黑洞。是的，你没听错，10万亿，相当于去年中国 GDP 的7%，一个能吞掉无数企业、家庭和地方财政的深渊。这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地方政府已经无路可走了。过去他们靠借新还旧，靠土地财政，靠房地产泡沫来续命。可是泡沫破了，地卖不动了，房子烂尾了，钱链子彻底断了。北京此刻的选择不是继续刺激增长，而是彻底转向金融维稳。换句话说，增长不要了，保密要紧。这背后有多悲凉？我们来算一笔账。今年中国原本设定的新增专项债额度里，有8000亿要专门用来化解地方债，这是去年11月财政部自己承诺的5年化债计划的一部分。结果呢？计划刚1年就被现实狠狠撕开了口子，1.2万亿的专项债早已发行，硬是比目标多出了4000亿。有人说这只是数字的游戏，但请你想想，多出来的4000亿是被从哪里挤出来的？答案很残酷，是从本该用来修路、修桥、搞基建、拉动就业的投资项目里挤出来的。换句话说，本该用来支撑经济复苏的资金，如今被迫拿去填窟窿。一位专家直言，新增专项债中多花了4000亿用于清理拖欠企业账款，那么用于项目建设的资金就会少4000亿。这句话翻译成人话就是中国的未来发展已经被债务吃掉了。更让人绝望的是，这只是冰山一角。彭博数据显示，中国地方政府光是拖欠企业账款和公务员薪资就高达10万亿元。注意，这还不算已经公开的有息债务。也就是说，数以万亿计的中小企业本该拿到的工程款、供货款、服务费，全都被政府拖着不给。企业没钱周转，工人领不到工资，最后的结果就是企业关门、工人失业、家庭崩溃。这是一场系统性的悲剧。地方债危机逼得财政部门不得不出手。可问题是，这种用左手的钱去补右手的窟窿的做法能撑多久？财政部说要连续5年，每年拿出8000亿，累计置换4万亿隐性债务。可是今天已经证明，光今年就要超额4000亿，那未来还得超多少？5年下来，别说4万亿，连10万亿都不一定够填。更可怕的是，这场债务风暴直接碾压了房地产。过去，房地产是地方财政的提款机，卖地、收税、拉投资，全靠它撑着。如今呢？开发商一个个爆雷，烂尾楼成了全国的烫手山芋。现在北京的态度很冷酷，房地产只能靠信心自救了。换句话说，政府已经不再愿意为房地产兜底。对房企来说，这是最后的判决书；对购房者来说，这意味着买到房子可能永远交不了工；对整个社会来说，这意味着那个靠买房就能发财的黄金时代彻底结束了。你能想象吗？中国今年迄今已经发行了3.2万亿化债专项债，创下历史纪录。江苏、广东、云南、河南、湖南成了前5大发行大户，江苏一省就高达1189亿。可是这些钱大多数不是用来修桥修路，而是被迫拿去还债。投资规模被压缩，项目停摆，青年就业更难，地方财政彻底没钱。这是一种慢性自杀。短期内，经济复苏被迫放缓，投资拉动减弱，企业订单减少，年轻人就业困难。长期看，北京希望换来金融安全，可金融安全真的能换来吗？一边是地方债务的深渊，一边是经济发展的停摆，
中国正被卡在一个无解的死局里。彭博的评论更直接，这是一次政策拐点。从过去的保增长到今天的保安全，意味着北京不再幻想通过大规模基建和房地产刺激经济，而是选择牺牲当下，勉强守住未来。问题是，中国还有未来吗？那么，北京的政策拐点对老百姓意味着什么？最直观的后果就是钱更少了。很多人可能以为专项债、地方债这些东西离自己的生活很远，但真相是，他们早就悄悄钻进了你的钱包。你有没有发现，过去1年，越来越多地方政府在拖欠公务员工资和奖金？河北、云南、甘肃、贵州已经多次爆出教师、医生、公务员集体讨薪的新闻，甚至在一些县城，公务员的工资直接打了7折，年终奖更是一刀切，从几万块直接砍到0。为什么？因为地方财政没钱了。彭博的数据显示，光是拖欠企业账款和公务员薪资的金额就已经高达10万亿元。这意味着数千万公务员、教师、医生成为了地方债务危机的牺牲品。政府优先把钱拿去还债，工资奖金自然就没了。对普通家庭来说，这是一场毁灭性的打击。一个公务员家庭过去靠稳定收入支撑房贷、车贷、孩子教育，如今工资缩水一半，房贷还得硬扛，怎么办？不是断供，就是倾家荡产。数据显示，今年以来，全国商品房销售额同比下跌超过25%，一些3、4线城市的房价已经跌回了10年前的水平。可是，哪怕房价跌成白菜价，也没人敢买，因为大家都怕开发商烂尾，怕自己买到一堆烂砖头。房地产彻底失去了信任，这不仅是经济问题，更是心理问题。曾经，房地产是中国人心中唯一的财富神话，但现在信心崩塌了。北京冷冰冰地说，房地产只能靠自己。这句话意味着政府不再兜底，房企和购房者只能各自承受。开发商没钱就停工，购房者没房就维权。全国各地的烂尾楼业主拉横幅的场景已经成了常态。更惨的是企业。过去，中国企业还能指望地方政府的工程款活命，可是现在连这点希望都没了。彭博报道称，中国已经考虑引导银行提供贷款，支持地方政府偿还拖欠的企业账款，第一阶段目标是清偿1万亿元。可问题是，企业总被拖欠的金额高达10万亿元。换句话说，这1万亿就像是往一个无底洞里丢了一滴水，连一点浪花都激不起。于是，企业倒闭潮正在加速。全国工商联数据显示，2024年以来，中国中小微企业的倒闭率高达20%以上，尤其是建筑、钢铁、水泥这些和基建挂钩的行业，大量工厂关门，工人被迫返乡。一旦企业倒下，失业率就直线上升。国家统计局的官方数据或许温和，但社交媒体上的真实声音却无比刺耳。找不到工作，工资被拖欠，工地停工，这些词汇每天都在热搜上循环出现。这是一种链式崩溃。地方政府没钱，公务员降薪，消费萎缩，企业订单减少，企业倒闭，工人失业，税收减少，地方财政更差。最后，所有人都被拖进了债务的泥潭。有人说，北京这样做是为了金融安全，可是安全的代价就是牺牲一代人。想象一下，一个刚毕业的大学生背着助学贷款进入就业市场，结果发现国企冻结招聘，公务员降薪，民企大规模倒闭，唯一的选择是去送外卖、逃网约车。而与此同时，他的父母可能正因为房地产断供而焦头烂额，全家的财富都绑在一套正在贬值的房子上。这样的年轻人
会怎么看待未来？数据告诉我们，2024年中国青年的失业率依然高企，官方数据显示在14%左右，但第三方机构估计实际可能超过20%。这意味着每5个年轻人里就有1个在家啃老。北京的政策转向看似是宏观上的金融维稳，但在微观层面就是对年轻人、对普通家庭的彻底放弃。而最可怕的是，这一切才刚刚开始。财政部的化债计划是5年，但地方债务的黑洞远不止10万亿。有学者直言，地方政府的隐性债务可能高达60万亿。如果这个数字属实，那么现在的4000亿超发，只不过是用一只小勺子在往外舀洪水。未来几年，中国将不得不持续以债养债，经济发展被彻底绑架，社会矛盾也将愈演愈烈。房价继续下跌，公务员继续降薪，企业继续倒闭，失业继续攀升。北京的选择注定是一场全民买单的痛苦清算。或许这就是现实的残酷真相，中国正在用一代人的生活质量换取一直所谓的金融安全。可是当老百姓的饭碗都没了，安全还有什么意义？中国的经济奇迹已经走到尽头，